我们这个是因为你今年24岁了，所以我们准备24个问题，然后给你来回答。24岁的第一天的0点0分在做什么？彩排。就是24岁的记忆里面，就小时候你印象中、记忆中的画面最早的一个是什么？最早的一个应该是初中叛逆的时候，当时反正发生了一个意外吧。对，反正每次想都会想到那个时候，因为也没有那次意外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对，就是改变了我的心灵吧。对，就是成熟了，变成熟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就是幼稚不懂事。然后你觉得这24年里面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年是哪一年？为什么？最重要的一年啊，那应该是进大厂那一年了。进大厂就是去年。对，那就是去年了。我觉得因为承载了太多记忆了，就是大厂里的点点滴滴啊，然后最后也出道了，以后也改变了不少。对，反正一直在进步吧，自己。24年里边，你觉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3个人是哪3个？我爸妈，对，我爸妈，还有一个我的经纪人嘛。经纪人。对，因为我经纪人，如果说句实话，没有我经纪人就也没有我嘛。因为当时我并不是很想签公司的，但是因为就是他说他看好我，然后就是我3番5次的拒绝，他3番5次的找我，就是一直我觉得，因为在这之前我被公司骗过，所以我特别抗拒签公司。然后，但是后来就是被他的就是诚意就打动了，然后签了，所以后来也相处得不错。24年里边每天都坚持做的一件事，睡觉。就没有一天24小时没睡觉的情况出现。有就是偷偷跑出去上网。小时候。然后24年来自己最信奉的一句座右铭。座右铭吗？对。还是觉得就是什么事情你只要花最大的努力去做，你一定能做好。对，没有做不好的事情。那你觉得这24年来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最大的成就啊，我也没啥成就啊。出道不算一个最大的成就。我觉得出道不算，就它只是一个身份的变换，它不是一个，在我这不算是一个成就。所以那之后有没有特别想达成的一个成就？就是什么，比如说给我颁了个什么新人实力唱跳奖。对，这种。对，这是一个目标。对。24年里边印象中做过最糗的一件事。很糗？什么算糗呢？就是比如，就是拿出来讲就不想回想的那种事啊。那个拍过那个什么，对，我说了他们又要去看。拍过那个青苹果乐园，对，那个模仿秀，模仿就是当时的小虎队。然后真的是辣眼睛，真的是，我估计我说完他们又要翻出来了。对。下一个问题可能跟你差不多，就是最不堪回首的一个时期。最不堪回首的一个时期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大学，就是有2个时期吧，就大学高2那段时间啊，呸，大学大2那段时间。然后还有就是在上海就是漂泊的那段时间吧。对，就是比较觉得是自己的人生的低谷吧。虽然说我现在说的好像说听得挺夸张，什么这么小就人生低谷，但是真的对我的心境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所以我自己觉得真的那些对我来说，这些时期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重。你觉得24年来自己最激动的一个瞬间是什么？最激动的一个瞬间啊，就是我记得就是导师合作舞台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就是选择去哪个导师合作，然后但是你首先你要发短信给导师的时候，就是其实导师愿意让你去他的舞台是对你的一个认可。然后当时我特别想要去 highlight， 然后当时就是小巴老师，对，就我觉得他是认可我的，所以当时觉得很激动，就觉得自己是被认可。非常激动。那最感动的一个？最感动啊！最感动其实还是看到粉丝就是风雨无阻给你应援的时候。对，那时候其实
其实觉得他们有的时候挺傻的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，我觉得他们不用这样子，我也会很开心。所以真的觉得他们就可以不要那么拼。对。所以24年来有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吗？如果让你想出来。天哪，又是老套路，一蹦就是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每次蹦出来都是这种。对。但是那个好像跟你的心境有点像，就也是低谷，然后对，然后就是拼了命的，就是要闯出去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就是不向现在的命运低头。对。所以呢，有没有特别崇拜的一个人？可以是身边的人，也可以是某个艺人或体育明星，就带给你力量。特别崇拜啊，就是人生。小八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，因为我是想成为一个新人实力唱跳选手嘛，所以他跳舞的那个感觉我很喜欢，还有他的就是身体的 balance 都很喜欢。看他跳舞很享受，就想成为他那样。那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虚拟人物？游戏中海贼王的索隆，超级喜欢，就是帅，然后就是很可靠，很稳，就是你什么样的敌人，就是你只要交给他，他一定就是能拿下，就是非常的可靠。除了他迷路，就路痴，就其他的都你交给他没有问题，就很舒服。那你是路痴？我不是路痴，但是我也很可靠。好，那24年，之前的24年有没有哪一个印象比较深的生日是怎么度过的？我觉得一定会是今天。那今年24年是本命年嘛？然后对，然后你还记得12岁的时候？哇，太遥远了。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过生日的人，我是那种到了我的生日，我就平平淡淡的过去了，也不会跟朋友说啊，今天我生日，你要干嘛干嘛，来我家玩什么，我不会，我就是可能自己就是在家就随随便便就过了，没什么，就是没有觉得生日一定要搞得轰轰烈烈的，就觉得你每天过得开心更重要嘛。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24？就今天有发朋友圈吗？没有，也没有发朋友圈。对。我想，因为一直在准备，所以想全部结束以后，我再好好的发一条。对，感谢大家，感谢这些日子。所以呢，24年就是今年过后，自己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？刚好说到这个，自己实现的目标吗？最想实现的目标。对，还是那个，还是成为最佳唱歌。对，没错。然后那之后有没有特别想坚持的一件事？坚持的一件事啊。想把唱跳一直坚持下去，这是真的。到这个24岁之后，有没有感觉到身上肩负着更多的责任？就是24这个数字吧，就是说大不大，就是说小不小了，就是确实就是慢慢的觉得自己就是压力也会越来越大，但是我相信自己会去克服这些压力，克服那些困难的。说白了就是不想让喜欢自己的人失望，所以每件事情都会拼尽全力去做。所以呢，现在是24岁，就是再过24年，48岁的时候，有想过希望自己到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？我还蛮喜欢，就是起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，然后就是过着安详的日子那种生活。就不想要那种太忙太赶，喜欢就是很悠闲那种。可能我心态就比较偏老年人，不什么刺激，我觉得自己的东西留着年轻的时候做，那个时候就好好享受就好了。对，我就年轻的时候多拼嘛。所以24年过去，自己最想对身边的人说的一句话是：且行且珍惜。那对自己有没有想说？对自己啊。我觉得我不太想跟自己说话。对，因为该做的我心里都清楚，对，我不需要去说。那有没有想对粉丝说？想对粉丝说的？哎呀，我们每天采访都是有没有想对粉丝说的什么问题？每天都是，就是想对他们说什么呢？就是
其实还是一样的，不是说什么老套路，是真的很感谢他们，就是一路以来的陪伴，而且就是昨晚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生气，就是因为我因为昨天晚上坐高铁回来嘛，然后就是他们知道了以后就有过来接我高铁，完了以后就是有碰到就是不是很有素质的人，就是看到这么多人。其实当时我们的道路特别的宽敞，没有阻碍到谁的道路，但是那个人可能就是他戴着口罩，他一个挺壮的一男的，就是可能看不顺眼吧，就往这边就直接一撞，直接把就是粉丝都撞倒了。当时我特别生气，我觉得就是我很心疼他们，我觉得他们大老远的过来看我，然后就是遇到这种事情，身边没有人可以帮他们，但是当时他们是为我而来的。我当时我的那个状况，我的这个身份下，我不能去替他们说话，不能去帮他们，就是我真的还蛮自责的，所以真的很想说一声对不起。对，所以就是希望他们就是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，